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宏达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又是一个开箱的影片，这个开箱的东西有一点多，从包包、手提的灯架包到灯架到手提的手电筒，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来做个大开箱，还有一个清洁的物品哦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大家都有看到我这一次背的这一个包包哦，这个优兰子的新出来的包包，这个包包我背出去拍就带了这么多的配件，包含力球啊，包含那些镜头的部分，270跟那些大光圈的镜头，然后来配合这一个手电筒，配合这个灯架跟这个放的灯架来做拍摄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使用这些东西的使用心得吧。这一次东西有点多，那我们先从这个包包介绍开始。这个包包本身是优兰子出的VP 10这款包包哦。那这款包包本身的容量是25公升哦。那我当初会选它的原因是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里有一个拉链，把它拉开。把它整个拉开，拉开之后，它就可以扩展它的容量。什么叫扩展它的容量呢？它可以从25公升把它扩展到35公升，这边可以整个打开，大家看得到，就整个变一个大空间的容量，然后这里面可以再塞更多的东西，那更多的可以放的夹层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。有时候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如果我今天只是需要带一些设备，它不带那么多，甚至是我带个笔记本不用外出的时候，那如果今天要出去旅行，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设计。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扩充这个容量，可以开到这种程度，真的蛮开的。你可以整个让大家看这个鼓起来，整个变一个更大的空间哦。大家看一下，再把它打开，大家可以看到底大家看，整个打开，这基本上是等一个旅行用的包包了。那旅行用的包包这样的设计是我所喜欢的哦。那打开之后，里面还有更多的内垫，这些东西可以再塞入哦，塞入进去，然后对我来说使用度大大的提升。它下面这边呢是最基本，大家可以放灯架的部分，但它旁边也一样可以放灯架跟脚架哦。把它收起来，不然把放进去。有时候我们在背这种摄影包，最怕的就是防护性。这样的防护性能是我觉得很好用的防护性能。像这边打开，它本身就是硬装的，然后打开之后，它可以开到45度的角度，然后可以再塞一些我们常用的配件，甚至里面还有一个拉链可以再打开哦。拉链打开之后，就更多的空间可以再塞。那我蛮喜欢把一些手机啊，或是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，怕撞到，把它放一边，因为这本身是一个设计哦。然后下面这边呢，它就不是上面的底色设计，可是它也是防护性能是底的部分，它一样可以拉到45公升，几乎超过了或者45的角度更大的哦，它一样可以让你放更多的东西。然后它的触感是让我觉得舒服的，这种是比较类肤材质的触感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它侧边。然后这款包还有一个特色是它是双开的。什么叫双开？就是大部分的包设计都是一个单开的部分，从侧边拿相机可以看，它是设计到整个双开，这里可以打开，然后这边这一段也可以把它打开，变成一个双开设计。你看到这里可以从这里拿东西，这里可以拿东西。然后本身这里面还有一层拉链，可以让你再放电池啊一些小物件的东西放在这一层做防护。它本身也是有一些防摔的部分哦。那这里打开的话呢，它两边一样都可以放脚架或灯架哦，啊，也会有钩环。它的钩环设计这边是可以直接开起来的。它本身是一个我觉得好用的设计，勾起来就是会勾起，勾起来之后就不会滑动哦。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小的空间可以再放哦，它可以放的空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多，我觉得这设计真的有点出我意料。它就算这边呢没有可以勾起来的地方，它一样有设计可以放水瓶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把它打开里面，我基本上出门的时候，我这一台可以带到1G，不止哦，Z9加 ZV-1，然后加 XS20。然后插是一颗镜头，然后Z9大3元，然后再配合一个大光圈的镜头，那这样总共3支
3G 5G哦，那对我来讲空间上真的很大，而且它有一个防打开的部分，就是这个有个勾环可以把它勾住。有时候我们在开的时候直接开它就直接打开，我不喜欢哦。然后这里一样是有平板跟笔电的夹层，那每一层夹层都是很厚实的。那我背起来，我觉得它算好背的相机包。那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需要一个这种相机包。有时候出门远门要带的时候，它虽然是后拍式的，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真的好用的。我所有出门的拍照设备基本上用这一卡我都可以带着，这样提起来哦。然后一样旁边可以再有一些提把部分可以让你提起来。然后中间这个呢，就是你如果今天出国的这辆行李箱，可以把它这样直接插在中间，让你带出门，然后手提这样拿起来。它的设计有经过一些巧思哦。那这个材质整个也是耐脏的材质，我拿出去使用了蛮多天，甚至下雨天会让它淋雨。第一个也防水哦，那防脱水的部分大雨是可以啦，但是建议是不要啦，基本上是一般的下雨绝对没问题哦。那它有附了一个腰包的部分，那我们要选这个腰包。有时候我们今天出去拍活动的时候，这个腰包拿出来用，放在旁边，然后里面放一些小电池、小配件，或者是你要换的一些小东西放在里面。其实是蛮好用的哦，这是我真正使用下来的心得哦。大家都可以看我出去拍照的时候，背这个包包其实好看又好用。接下来开箱第二个是这一个他们新出的这一款，算是给 LED 的灯装的包包。这个包包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带出门之外，它最近还有出一个 mini 款。这个包包的特色就是它里面也是一堆夹层，它本身两边也都是防撞的。它拿来做什么呢？就是可以拿来让你今天塞LED 灯，或者是外出用的外拍灯。然后让放在这里面，因为以前我们出门的时候要带一堆 LED 灯，其实都没有一个好的防护的包包可以用。那我这一个看到之后，我就决定要下订单，是因为这一款包包本身它设计的时候就是让你放 LED 灯、变线、变压器，甚至是我可以拿来放这些灯架的部分，把它塞进去，其实都塞得下。而且它好用的地方是上面还有一个可以这样放下来。我个人觉得好用。那它有出第二款 mini 款的，那觉得这一款对我来说，我有时候出门要去拍片的时候，或者是拍照的时候，我就会带一个这个包包，里面放的是 LED 灯，或者是放我的外拍灯 AD600，或者是刚刚之前测过的那一款400瓦的小灯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放到这里面，电线再加灯架，甚至再加上一个照明器，都绰绰有余。然后它也是一样有设计，这边有一堆拉链可以让你放东西，可以放在里面。然后旁边这两侧也有一些小拉链。那它本身有附背带可以让你背起来，但是我通常都不会背，我都是用手的。然后这里也是一样有一个卡子，可以让你不用一直打开到那么开哦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这样直接开或者是这样散开，其实是很麻烦的。那我个人蛮推荐这一个包包，如果你有外拍灯跟 LED 灯要带出门的需求，甚至要带一堆灯架的话，其实这样放上去其实是好用的东西。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使用下来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基本上使用上都有一些痕迹，然后那我觉得好用东西才推荐给大家啦。那只是单纯的分享我这段时间操作的部分，因为我看市面上很像没有做类似这样的产品，好像只有他们家有出，不然就是可能太贵了，那我买不起。我觉得便宜东西这些东西防护性能好，然后又可以带出门哦。那接下来分享这一个两个灯架的部分，两个型号分别是 NT49 跟 NT79这两款。那这两款灯架是我考虑了很久，我一直在想说这两款灯架我到底要怎么做选择。看起来上大小差不多，可是使用上好像也差不多，一个卡风，一个是铝美的。那这两个我为什么想到最后决定还是一次购买？这是49，这个是79。为什么一次购买呢？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做选择，我大人全都要，没有来开玩笑。那我选择这两个是因为两个使用上不太一样。我之前很早以前有开箱过另外一家的卡凤的灯架，那灯架用久了，其实到现在我还是有在用。那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说，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？那我就看到原来有推出了这一款 NT49的这个卡凤的灯架的部分。那它设计就是这样转开，然后锁紧。
收紧，然后这段时间使用下来没有什么软脚的效果哦，然后一样把它升起来。那我觉得这一款升起来好用的是，它这边一样有头，然后多了的1/4的螺丝，有多了的螺丝孔，其实可以用很多的东西，像这样把它锁起来，把它锁起来。有时候我们出门带的时候就把它锁起来。那你有时候可以临时要用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把它锁在你的墙壁上面，稍微固定一下，当做一个临时的脚架用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选择。但是平常我们不会这样用啦，我们平常就是把它装上去。然后如果你要用灯的时候，我用一个闪灯的那个底座，其实装上去呢，闪灯底座装上去就可以把它锁在上面，然后当做一个好用的灯架。而且这种灯架本身就是轻的灯架，然后身高的高度又够用，差不多1.8米、1.9米左右，我记得没错的话。然后这样子使用上又是卡泵的好用，因为这种碳纤维的本身是轻，然后又有质感，它每一个管都是碳纤维的。那我喜欢它金属质感是外面这一层都是金属，然后扎实程度用起来也是蛮好用的。我把它拿去户外拍摄的时候，用了蛮久的，其实也没什么痕迹哦。然后价钱上这个也不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多少钱。那我觉得自己查一下哦。那我觉得这个灯架其实推荐不错。然后我接下来要讲79这款灯架比较破。我一开始很害怕这款灯架买来的话，它是不是一个会软脚的灯架？是不是一个今天拿来用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说不太好用，甚至是一个鸡肋的东西？但是我发觉我错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从中间松开，打开，它其实稳得一点。因为以前我们在用这种灯架的时候就很怕它今天稳定度不够，其实这一款稳定度超强的。那我这一段时间使用下来，它其实装上去，我把它装上这些灯，不管是 LED 灯或者是棚灯或者外拍灯，其实装上这个是可以用的，我觉得并没有到不能用哦。那我觉得它用起来也还稳定度够哦。那不得不说，因为它这个拉起来结构上面有时候如果太重还是会沉一点，这个要实际的跟大家讲，不能骗人，因为还是会有一点差别。所以如果你要买这种灯架，认真说，你不要放太重的东西，它绝对够稳。那我这边团队的人有把它买来，把它装上去那个它可以3的部分装上去，然后就当做一个延长杆来使用，因为它真的可以升很高，它可以升到我记得到1.9米多，其实是蛮惊人的。你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哇，其实超长，可以当做一个延伸灯架来使用，大家看一下。可以延伸到这种程度，超级惊人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辅灯或是动麦的灯架头，其实也是一个选择。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剧组通常会这样举，然后这样举的状态下，其实这样的长度绝对够用。哦，那我觉得这一款，第一个价格真的不贵啦。我觉得优兰子的东西走的都是高 CP 值路线，我个人觉得。这么好用的灯架，然后又便宜，然后也不到，我记得不到1000块，600、700块的样子，好像是这种价钱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讲，而且它也可以垂头。很多这种灯架其实是不能垂头的，它其实就设计到可以垂头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因为一般的灯架设计就是一个上去，然后固定好之后，大部分附的就是这种灯架头，可是锁紧，它是不能动头，所以另外还要再装一个，它直接就给你垂头。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会希望那个头是有点斜钝的，灯打下来才好看。这是我分享的2个灯架的部分。跟大家聊一个小东西哦，这个小东西看起来金色的，然后扁扁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它其实是优兰子出的这种一次用的擦拭布，它本身里面的材质就是让你一次用完擦完那一些相机。擦完那一些清洁的部分就丢掉了一次性布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拿来用还蛮好用的，小的又不会，然后擦完就丢掉，然后本身也不会有任何的刮伤，然后也不会刮伤镜头，不会刮伤镜片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推荐大家可以买几个丢在你包包里面，因为丢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其实随时要用都可以拿出来，拿出来的时候擦一下就扔掉。然后干净又方便，然后就不会让相机造成任何的磨损。这小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跟大家聊的是这一个优兰子的手电筒。为什么叫手电筒呢？因为大家看造型就知道这是一个手电筒。它本身它提供了有3种光源的使用 ，K 数有白光、黄光，然后中性光来可以使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。
然后它本身可以做一个撸 in 撸 out 的效果，大家看一下撸 in 撸 out 效果。然后亮度也可以做调整，这是最亮吗？是最亮，然后一般，然后中等最亮。然后这款手电筒我看过它里面的结构，它是3个不同的 LED 灯泡，有白光，然后中性光还有黄光这3种光源去组成的。然后本身又有做所谓的也可以透镜的部分，可以做伸缩的部分，跟一般的手电筒一样，其实蛮流行这种手电筒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手电筒最大的部分的差别就在于说，看一下把这样调最亮，其实这蛮亮的，然后拍人性蛮亮，然后这时候它提供了一个柔光的部分，很好，柔光的部分效果上就差蛮多的。那我们在拍人的时候，通常不会光直接照，因为你直接照的时候是它一样太刺眼。那如果今天把3个柔光的这个罩子，其实这个很好用，而且它本身是 Type-C 充电的 ，Type-C 充电装上去，然后我看起来应该是防泼水啦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些塞子片的防泼水。那防泼水的状态下呢，这下面有1/4的螺丝孔，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我这边可以锁起来。那锁起来的好处呢，就是你今天要带出门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应急需要补一点光，你没有带任何灯光设备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把这个带出来，丢在你的包里面，因为丢在包里面它其实不占任何的空间，这么小一个镜头可能比镜头长了，但是整体来讲又比镜头细很多。那细很多的状态下，我们这样出门拍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栓紧，然后配合这个灯架带出门，你看这样子，就可以带出门。好用、方便又快，然后带出门直接使用就可以。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来拍的心得哦。我觉得这一款灯架跟这个手电筒其实蛮推荐给大家购买的，因为这样的东西其实市面上有类似的，但是没有到这么完整性，把一些摄影师的痛点来解决掉哦。跟大家说说看我这一段时间使用的结论哦。总结来说，第一个，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想要走向专业摄影师的路，然后你又不想一开始花那么多的钱，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个专业摄影师，你在寻找一些性质极高的摄影设备，那我觉得你不能错过浏览纸这一些设备，因为浏览纸这一些设备的价格的上面都不太贵，然后也可以达到其他产品的一定的效果哦，不能说像其他产品这么的完美，但是其实效果是有的。那我个人推荐，如果你在寻找更好用的摄影设备，你可以参考的一些设备。如果是要走向专业摄影师的路，这些大包包、这个灯架，其实买出门也不会觉得太贵，也不会觉得心疼，弄脏也不会觉得太让我觉得沮丧。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浏览纸本身就是一个 CP 值可以推荐的东西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感谢各位，拜拜。